下面这位演员之前呢是穷鬼赛道的掌门人，啊，吐槽住在郊区地铁终点站真的很戳人心。现在他的生活又有变化，掌声欢迎何广智。谢谢，大家好，我是广智。好嘞，谢谢。到小何的时间了啊，小何，这一轮呢，我想跟大家聊一些小事儿，分享一些我最近的生活。我最近搬家了，搬到了郊区，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。当然，我是在郊区租了一个更大的房子。大家也看到了，现在新人越来越多，竞争越来越大，而我对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高，所以热度下来了，我下不来了。由奢入俭真的非常难。我现在每天早晨起来不冲一包速溶咖啡都睡不着觉。你们喝咖啡可能是提神的，我是用咖啡来安神的，就每天喝一口，还在上海。郊区跟市区其实差不多。我之前住的那个房子是看苏州河比较方便，现在住的房子是去苏州看河比较方便。缺点是郊区不好打车，有一次太晚了，我从黄埔打车回青浦，师傅说青浦黄埔太远了不接，我也没想到出租车这个行业也开始青黄不接了。去虹桥很近，但那边很容易上错高架，你弄不好就上高速了。有一次早班高铁去南京，迷迷糊糊的我就听到那个司机在跟导航吵架，他对着导航连说了3个我去，哎我去，哎我去。当说到第3个我去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南京我去不了了，赶紧改签吧。但是看着那个师傅越来越绝望的表情，我会觉得好像不用改签，应该是快到南京了。郊区的消费很低，但还是能花出去一些冤枉钱。网购了一些新家具，卖家提醒我需要自己动手组装，我说行，就喜欢这种器械拼装的快感。很快收到了2个扳手，4条快递，我说真好，买的拖把这么快就到了。拆开铺了一地，说明书说地上这一摊是一把椅子，在地上那一摊，我仿佛看到了江苏地图。散装的，给我气笑了，气得我差点没有站住，但是因为没有椅子，我还是站住了。我并没有慌，因为我对自己的动手能力还是非常自信的。坏就坏在这个自信上，因为太有自信了，前边每一下都拧得特别死。后来是怎么意识到装错的？它本来是个躺椅，拧着拧着就站起来了。我说这是给它拧疼了。不怪我，那些螺丝都不是一个型号的，根本就拧不上，所以我把我逼得开始发誓呢。我说我发誓，卖家绝对是发错货了。我朋友听完说，你要嘴要这么硬的话，你试试用嘴拧呢。我生气的是，这个钱是不是有点太好挣了？这商家干的活越来越少了，我就担心再这么发展下去，会不会有一天我买衣服给我发过来6只蚕？好评第1条，不仅不起球，吐丝还特别快。我打算以后脱口秀也这么干。进门先一人发一个小卡片，我说素材已经准备好了，梗需要你们自己加。这篇稿子呢，一共5个谐音梗，2个 callback， 1个骂张绍刚。还是这么突然的哟？对，每个都得砸您一下。然后还有一段广告啊，当然广告的精髓在于丝滑，你不能上一秒还说张绍刚呢，下一秒美团闪购30分钟好货到手，这个太生硬了。这也太生硬了，跟张绍刚的主持有什么区别啊？
我搬家还有个原因是我之前那个房子越住越别扭，我是在房租的最高点入住的，我住进去之后，周围的租金就开始降。以前还能忍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的好朋友梁海源搬到了我家楼上，一模一样的户型，比我便宜整整2000。我当时觉得他不是住我楼上了，他是骑我头上了。晚上睡觉一听到水管响，我就知道还骑我头上拉屎呢。朋友们来家里玩，避免不了要对我俩的房子进行比较，说我俩格局是一样的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我每个月比他多交2000块钱，我觉得我的格局更大。最可气的是，他搬进来之前，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儿。我之前只是吃一个哑巴亏，他现在一嚷嚷成喇叭亏了。但我们关系还是不错，他现在一出差就叫我去他家帮他喂猫、浇花、给鱼换水，能听得出来，搬到我楼上之后越来越热爱生活了。我也愿意干这个活，我先去他家就浇花、喂猫，一喂就是1下午，争取把水电喂到2000块钱。我俩朝向不太一样，我贵2000是因为我这边能看到河景，他那边看的不全。反正我租房的时候，房东是这么跟我说的。我说那我拉上窗帘能不能便宜点儿？我唯一的优势只有河景了。他说他装修新，我说我有河景。他说家具新，我说我有河景。他说你有河景有什么用？我说我想跳就跳。我在那个房子住了3年，我第1年续租的时候，已经远高于市场价了。那年是2021年，我翻看了日历，是农历辛丑年。我转头又看到我的合同条款，越看越屈辱。怎么100多年过去了，还有不平等条约呀？那个合同上面还盖了一个红色的章，当时没看清楚是什么章，现在看清楚了，是李鸿章。后来决定搬家，是因为每年赔款太多，扛不住了，决定变法，变着法的暗示房东，我这个空调该维修换新了吧？维新变法。最后的结果你们也都知道，变法失败，逃往郊外。你们可能好奇为什么这么贵我还接着住，因为搬家太麻烦了。我朋友听完说，你多交的这些钱够你叫几10次货拉拉了，你傻不傻？后来搬家确实用的货拉拉，当时坐在那个面包车上，我觉得别人用的是货拉拉，我用的是蠢货拉拉。我是那种就是我不好意思说降房租，然后房东也不提，我俩一个静音一个免提，弄得我都快欠费了。我不好意思是因为我俩表面关系一直不错，最后是我赌气说我要搬家。过了半天，房东回了我一句：“那我要么给你降点房租呢，你接着住呗。”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我以为他会问：“哎，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搬呀？”我没想到他知道我为什么要搬。这句话给我架住了，你知道？我是想降房租，但我不喜欢这种被看穿的感觉。我不知道咋想的，回了一句：“不是钱的事儿。”我要是答应了，那么就坐实了我前2年是冤种吗？我知道这房子是住不了了，因为窗户纸被他捅破了。就有很多人不好意思提涨薪，最终选择离职是一样的。就你把老实人逼急了，老实人就会拿起刀来抹自己脖子。最后发现那些头掉在地上都长一个样，仔细一看都是冤大头。我搬走之后呢，又刷到那个中介把房子给挂出去了，比之前便宜3000。我赶紧把它截图发给了梁海源，我说祝你睡个好觉。
掌声有请。河畔，来点河畔。他梗好密呀、来为广智的精彩表演投票，不要考虑他曾经伤害过我。每一个都伤害你，现在他们肯定不在意这个。在意在意。不许再说话。投票结束之前不许说话。广智锁票倒计时。再次掌声送给广智。真的要替我们单少刚老师说一句哈，现在每个人都拿您砸挂哈，这就跟司马光似的，司马光砸缸啊！我说这。我是第一次在台上吐槽张老师，其实就是在台上吐槽张老师，是我一直入行以来的一个心愿。对，不是没有是褒义啊，因为我是看那个吐槽大会长大的吧，这种。就看那个入行的，所以我一直觉得能在台上吐槽张老师是一种光荣，很酷，是个光荣。竟然就是满足了我这个心愿，谢谢。哇塞，这个谎话你信吗？说到这个程度，曝光成这个样了。说到这个程度啊，我如果要说我不信啊，我是不是就成了格局不行？我必须信，而且就是甘之如饴，捧上去了，咱就接着，这不要摔着。对了，得了，海源，你还在这住呢吗？我现在心里特别不是滋味，你知道怎么了？一个是他说那个房租降了，另外一个就是我虽然也搬了家，但是我没写出段子。你省了钱呀，但是你还想要段子，还想要钱你。但是我搬家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贾浩搬进来了啊，然后贾浩搬进来，他的房租只比我贵500块钱，但是房子比我大很多，我心里很不平衡。我非常喜欢这段，我觉得我特别高兴看到广智已经完成了那种蜕变。他开头那句话特别打动我，说回到最初的原点，最初的起点的。但我觉得这个原点比之前高了很多，一个新的维度，为广智感到高兴。我觉得，春吹也喜欢吧？喜欢这段太直接的好笑，而且很多好笑的点。最喜欢的是喇叭亏，喇叭亏太喜欢了。我这写的就是喇叭亏，哇，太好了，我太喜欢喇叭亏了。其实我这段写的时候，当时我动笔之前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说这一轮要写一个纯好笑。当然这句话我只敢在演完之后大家笑了我才敢说，别人都没笑，你说你写了一个纯好笑也没法说。所以就是我当时写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事儿肯定特别小，没有办法有更大的表达了。我本来也没有表达，我就只能把梗写的更多更密了。我自己就还挺满意的，就是这个。我觉得他创作的时间应该是挺短的，因为我去参加过你那个读稿会嘛，那个时候精彩的不是足够多，但这么短的时间你又写出了这么多东西，我这么感觉你好像很鸡贼的，其实又回到了旧赛道。是的，是吧？对，就是你看以前他就是讲穷没有钱那种穷鬼赛道。现在是他不缺钱了，但是他会讲说他很在意那个1、2千块钱的差异啊，那个。对，他内核其实还是一个穷，对，悄悄潜回了那个穷鬼赛道。我解释一下，罗老师，是因为我前2期不是已经播了吗？啊。然后有一些之前喜欢我的朋友说我不接地气了。啊。因为我很纠结的是，有一波人说你不能老讲穷，然后还有一波人说你不能讲别的啊，我不能看到你有钱，所以我。我就是一期那个一期这个，我就是老一辈艺术家被老粉丝绑架了，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吧。好，来再次掌声送给广智。下半场是不是杀疯了？对，每一个都很强啊，平均的厉害。哎，是不是下半场所有人都是直接晋级？是的啊，截止到目前为止，下半场全都是直接进的。没事，不着急。下半场开始之后，待定区固若金汤。咱互相放好，你坐这儿。你看看接的旁边都石化了，在边上，这就这样。来看一下，何广智是进入待定区，还是直接晋级总决赛？恭喜何广智晋级总决赛。成了，哥，咱们球门停了。明年有奖比了。咱跑到位了。
今天整体比赛心情？非常的开心，已经2轮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我就是觉得不全力以赴可能就得淘汰了。我这一轮压力是很大的，我就是害怕新人现在的演员学习能力都比我们那时候要强，就我们可能花1年要学习的东西，他们2轮1轮就学明白了，然后他们又新鲜，又有特点，所以我觉得比赛当中很容易被他们打败。就观众没那么喜欢看我了，这个是我100%能感觉到的。因为行业确实在进步，然后大家技术也在迭代，观众其实看了太多所谓的那种传统的东西，就千篇一律，我已经不那么新鲜了。我还没有享受过我人生的巅峰呢，我一直以为我这些年在朝着我人生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在攀爬，结果爬着爬着跟我说，哎，你算了，拉倒吧，你这辈子不就这样了，你的巅峰过去了。但就是你还是对这个事儿有所质疑，你还有点不服，就是我还想再来试一下。我可能会做的就是扎扎实实的写段子、写梗，我只会做这个事儿。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，我可能只能是把我认为好的东西呈现出来。就你真的是喜欢这个东西吗？你真的想说这个话吗？然后我把它拿到这个舞台上，去寻找喜欢这段话的人。就是我始终觉得你投机取巧，最终这个世界运转客观的规律会惩罚你。一定要玩真的，玩真的就会收获更多。